社团的朋友，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几天，说他想要闻一下 Diptyque 那个什么东京哦，东京淡香水啊。东京淡香水我们是不是没货了？对，剩下最后一支 Tester 嘛，对不对？放在桌上给大家用。然后呢，计程车要倒车要注意一下，不然倒过来。有快一点，还有在看门。那东京你有闻过吗？有东京什么味道？爆炸的柑橘树。爆炸的柑橘调有吗？对。好，我好像有闻过，我觉得它蛮特别，就是不是一般你会闻到的味道，有一点日本的味道。日本到底什么味道？然后下午要去剪头发，上次剪头发应该是去年9月了。来东京，我把它带出来了，水位还有这么多，但是没有盖子，因为盖子好像拿去送哪一个朋友了，忘记了。闻闻看，今天左手还是纯净的，都还没有喷。东京市。哦，橘子味呢，哦。对。很橘子呢。又有一点蜜饯，橘子蜜饯的，橘子蜜饯你知道吗？橘子加橘子蜜饯。你有吃过小时候那一种橘子干，然后外面有一些粉粉的啊？有，好像是糖霜是吗？像不像？超级像。现在闻到一个凉凉的味道。我现在后面中间是橘子皮了，还没到中段了，但是橘子皮已经出来了。一开始我刚形容那个味道很像哦。如果你喜欢柑橘调的话，我觉得是会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你有去过东京吗？东京给你什么感觉？时尚。清新。橘子园的味道。那日本你还去过哪一些地方？京都。哦，京都跟东京就差非常多哈。京都就是一个老的古都。京都我也去过。东京我也去过。然后大阪。东京跟大阪又很像台北跟高雄的感觉。对。那你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吗？喜欢啊。是哦，我没有很喜欢。我比较对。有很多好吃的。我对日本没什么感觉，我也不看日本的棒球，就对日本就没什么兴趣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加东京？因为我们的有人点名，有人点播东京。那现在闻起来味道又怎么样？清爽的柑橘调比较过去了。对，但是它的柑橘又不会。有去那个它的神社，现在有开始有一点那种就是比较沉稳下来，然后走在神社两边，还味的木头味还没有很重，但是就是有比较沉静的那种感觉出来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以现在气温开始，你上次有跟我讲说，事实上每一个香调它都有前中后味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以它的挥发分子来讲，什么东西会摆在前位？这一段你可不可以也借这一次跟大家讲一下？因为我相信镜头前面应该还是有很多人。前中调它只是差别在说它的那个气味分子它跑的速度。
就是像柑橘调类的，就是所谓比较多，我们会说它是前调，是因为它速度最快跑出来，然后你会闻到第一个闻到的味道是这个。对，所以并不是说大家都把柑橘调放在前面，不是这个用意，是因为它的精子比较其实是全部的香调都含在里面，只是你一喷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前调最早让你闻到的就是它属于分子比较小的时间，所以它的出来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会先闻到这个。了解。那中段呢？中段多半会闻到什么？就是花类的、花香调的之类的，对。了解。前中其实都会闻到，那后面其实都有，只是说我们的嗅觉闻到的时候，对。然后后面后调就是所谓的基调，就是持香比较最久的，在你身上停留最久的。那木质是不是多半都是在最后面？对。广藿啊、香根草啊、玉创木啊、焚香啊、檀木这些都会在中后调才会出现。对。非常后调。了解。好，就又让大家学了一课。这个Cindy跟我们介绍前中后调分别的特性。那这个如果像它本身是柑橘，那它最后大概会转换到什么？其实现在吻橘它已经有比较它基调还是会有木头的东西，只是它的比例上会没有那么高。对，但还是有，它还是需要这个基调的来做定调，不然你可能后面就都没有了。但它其实现在还是有。对，只是就是它不会那么重，比例上啊不会到那么。好啊，因为现在我开始录制一些影片，然后我要讲一下，我没有想要当 YouTuber， 我只是觉得每一个味道如果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的话，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。我是比较理工科的概念，我没有，所以不用点阅，好不好？不用按赞，不用摇什么小铃铛，不用，就是纯粹只是我想要做一个记录。那如果将来你有兴趣，你可以从影片当中档案里面捞出来看，就不简单。那只是我想要在编录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永远都会想要怎样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嘛，对。除了帽子一直不一样之外，就是要做一点不一样。我想要开始自己手画前中后调的原料图。我昨天尝试画了橙花。橙花讲了那么久，你知道我去搜寻一下 Google 的图片，我才发现说橙花就是橘子的花，就叫做橙花。我觉得边画的过程我也边学习。那希望以后介绍的时候都变成是我直接秀出我画的，也是增加我另外一个兴趣，好不好？希望今天的介绍东京我们已经没货了，最后一支，希望这个介绍对你有帮助，好不好？谢谢。